曾经，中国光伏产业是全球新能源舞台的耀眼明星，隆基绿能、金科能源、通威股份等巨头以低价席卷市场，撑起了中国绿色经济的半边天。然而，2025年的钟声尚未敲响，一场空前的危机已将这个行业推向深渊。国内补贴退坡，国外关税围剿，供需失衡的内卷泥潭，中国光伏业正经历一场血腥的屠杀。财报数据触目惊心，六大头部企业2024年亏损超300亿元，2025年一季度再亏超100亿元，百万工人岌岌可危。这不仅是一场行业危机，更是中国经济的一场浩劫。本视频将用详实的数据和事实，揭开中国光伏业崩塌的真相，剖析内外双重打击如何将这个千亿产业推向绝境，以及这场寒冬将如何吞噬无数家庭的生计。2025年一季度的财报如同一份份死亡判决书，中国光伏巨头们纷纷交出了上市以来最惨烈的成绩单。根据企业公告，隆基绿能一季度亏损14.36亿元，天合光能亏13.2亿元，通威股份亏25.93亿元，金科能源亏13.9亿元，金奥太阳能亏16.38亿元， TCL 中环亏19.06亿元，六家头部企业合计亏损超102亿元。而2024年全年，这六家企业的亏损总额更是高达335亿元，创下历史之最。隆基绿能，这家曾被誉为光伏之王的企业，2024年营业收入骤降36.23%至825.82亿元，净亏损86.18亿元，同比暴跌180.15%。董事长钟宝申在年报中痛心疾首，2024年是公司上市以来最艰难的一年。同样，通威股份自2004年上市以来首次录得年度亏损，全年净亏70.39亿元。2025年一季度继续亏损25.93亿元，创下史上最差单季表现。TCL 中环的境况更为凄惨，2024年营收腰斩51.95%，净亏损98.18亿元，一季度再亏19.06亿元，昔日辉煌荡然无存。彭博社4月30日报道称，隆基绿能、天合光能、通威股份、金科能源和金奥太阳能五家企业2025年一季度合计亏损超80亿元，而2023年同期亏损仅18亿元，其中两家企业尚能盈利。如此剧烈的恶化令人不寒而栗。中国光伏产业的崛起离不开政府的慷慨补贴。过去，国家优先收购新能源电力，补贴后的电价甚至高于火电，吸引了无数企业一窝蜂涌入。然而，自2018年起，补贴政策逐步退坡，新能源电价走向市场化竞争。中国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董事长何永健曾在2023年表示，光伏行业已从补贴时代进入现货市场，企业必须直面残酷的竞争。2024年，光伏行业因恶性内卷陷入量增价跌的泥潭。据《时代周报》统计，多晶硅、硅片、电池、组件价格分别暴跌39%、50%、40%和29%。低价竞争导致行业毛利率大幅下滑，多数企业从微利转为巨亏。美国经济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国光伏产业靠政府补贴起家，但同质化严重，成本控制不足。一旦补贴减少，企业便难以为继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危机。中国光伏协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光伏新增产能超过300吉瓦，而全球需求仅为250吉瓦。过剩产能导致库存积压，价格战愈演愈烈。某业内人士无奈表示，现在卖一块组件亏一块，卖得越多亏得越多，但不卖就得倒闭。如果说国内的内卷是慢性毒药，
那么国外的关税壁垒则是致命一击。2025年，美国商务部对从柬埔寨、泰国、越南和马来西亚进口的光伏电池与组件开征高额关税，税率最高达3521%。此举旨在遏制中国企业通过东南亚街道向美国出口的策略。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23年东南亚4国占美国光伏组件进口的77%，总价值129亿美元。其中，中国企业的街道生产占比超80%。以金科能源为例，其在马来西亚设厂的组件税率为40.3%，天合光能在泰国工厂的税率高达375.19%。柬埔寨的浩能光电和金边光能科技更是被课以3521.14%的天价关税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认定本土产业受损，最终裁决通过的概率极高。欧洲的形势同样不容乐观。欧盟委员会2024年启动反倾销调查，计划对进口光伏产品加征20%至30%的关税。德国商报报道称，2023年中国光伏产品占欧盟市场份额的85%，但低价倾销导致欧洲本土企业亏损严重。欧盟的关税措施预计将于2025年底生效，进一步压缩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光伏行业的崩塌不仅是企业的灾难，更是无数家庭的悲剧。中国光伏产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400万，其中中小企业和低技能工人占绝大多数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光伏相关产业在江苏、浙江、四川等地创造了超过1500万个就业岗位，包括硅片生产、组件组装、物流运输等环节。以隆基绿能为例，其2024年裁员比例高达30%，涉及近2万名员工。通威股份的四川工厂近期停产整顿，数千名工人面临失业风险。据中国光伏协会估算，若行业亏损持续，2025年底将有超100万工人失去工作，间接影响300万家庭的生计。更令人心酸的是，许多工人将毕生积蓄投入光伏产业，梦想搭上绿色经济的快车。如今工厂倒闭，订单消失，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。一位江苏的组件厂工人向媒体哭诉：“我干了10年光伏，孩子上学全靠这份工资。现在工厂停工，贷款还不上，真的活不下去了。”为规避美国关税，中国光伏企业近年来纷纷在东南亚设厂。然而，高额关税让这一策略彻底破产。第一财经报道称，多家企业在东南亚的产能已开始清退，转移至印尼、老挝、埃及等低关税地区。金澳太阳能计划在阿曼建厂，阿特斯阳光电力则将目光投向中东和非洲。然而，转移并非易事，新建工厂需要巨额资金，而企业已深陷亏损泥潭。博达新能战略总监庄英红坦言，转移产能的成本至少需要2-3年回本，但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让我们不敢轻易下注。更糟的是，新兴市场的需求远不及美国和欧洲，难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。中国光伏产业的危机暴露了其过度依赖补贴和低价竞争的软肋。专家建议，企业应加大技术研发，开发高效低成本的下一代光伏技术，同时布局新兴市场，打造自主品牌。然而，在内外双重压力下，转型升级谈何容易？中国政府近期承诺加大对光伏产业的扶持，包括补贴出口和支持海外建厂。但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，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。经济专家警告，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同质化和过剩问题，光伏行业可能迎来更大规模的洗牌。中国光伏业的崩塌是一场由内卷、关税和政策失衡共同酿成的悲剧。2024年，
六大巨头亏损超300亿元，2025年一季度再亏超100亿元，100万工人面临失业，1000亿产业岌岌可危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额同比下降28%，创下10年最大跌幅。这不仅是企业的危机，更是整个中国经济的一记重拳。寒冬已至，光伏业的未来一片迷雾，是继续在低价的泥潭中挣扎，还是浴火重生，走向高端制造？答案尚不明朗，但这场血腥的洗牌已无法避免。无数企业和工人的泪水正在为这个行业的盲目扩张买单。